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强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视频讲解的主要是包括了挖矿算力单位的介绍，显卡挖矿与矿机挖矿有什么不同，以及普通电脑每天可以挖矿多少，也就是有多少个虚拟币，或者说有多少收银。我们一起来聊一下。首先，主要的算力的一些单位。挖矿算力我们经常用到的包括了哈希以及 K 哈希、M 哈希、G 哈希以及 T 哈希等等一些常用的单位，其中哈希是最小的单位，也就是每秒做一次随机的哈希碰撞，这个是哈希是最小的单位简写成的啊。再大一点的一个单位就是千哈希，1000 kH 每秒 s， 单位的话就是1000 kH 啊 ，kH 的话就等于1080，也就是每秒钟1000次的哈希运算。再往上面大一点的就是兆哈希，单位的话就是1mH 每秒 s， 那1兆的话就等于1000 k 哈希，单位都是按1000进行计算的啊，包括后面的 G 哈希以及 T 哈希、P 哈希、E 哈希都是按照这个1000的数值进行计算的。像我们普通电脑的算力的话，基本上都是用到 K 哈希以及 M 哈希，也就是千哈希及兆哈希啊。比较多的一些的话，像一些专业的矿机的话，会达到这个 G 哈希以及 T 哈希啊。更高的一些算力单位名称的话，有点类似于硬盘的容量这么一个名称，都是按 kmGTP 进行一些换算。现在的挖矿基本上都是以显卡挖矿和矿机挖矿为主，两者各有各的优势啊。ASIC 矿机自然来说更专业一点，性能的话也更稳一点，有着比较放心。这里的话 ASIC 指的是芯片矿机，芯片矿机的芯片技术含量其实并不是很高，不过专门为挖矿进行了优化，性能也要比 GPU、CPU 高出很多。随着挖矿难度增加，专业的矿机呢优势也会更加明显，通上插上电或网线之后就能够一直稳定的挖掘，机器呢也很少坏。比如说以比特币矿机蚂蚁 S9 为例，算力的话它们的参数我们看一下啊，基本上是 95T 左右，可以挖掘 BTC 以及 BHR 以及其他的 SHA-256 的算法的加密货币。我们来看一下蚂蚁矿机 S19Go90T 这一个参数，它的算力是 90T， 功率3250。显卡和 ASIC 的矿机虽然都支持比特币的256算法，但后者的话效率明显高出很多啊。当然了，矿机的缺点也很明显，首先是只能挖掘指定的货币，或者说某些算法的虚拟货币，很多其他算法的币是不能够挖掘的。币种的灵活性这一块是没办法和显卡 GPU 比较的，另外的投入也是比较大的。从每个矿机的本身价格来说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便宜的可能几千，贵一点的几万都不等了。像这个达世币矿机这一款，大陆蚂蚁地区算力达到了1268，是不是？而专业的矿机功率的话就会大很多，比如说这个蚂蚁 S19的差不多3200瓦的一个功率，什么概念？以我们家用的电磁炉比较的话，像海尔的一单头炉的工作电压都是120到280伏啊，最常见的就是1900瓦到2200瓦，这是普通的家庭版炒菜的啊。像我们还有常用的热水器，对吧？看一下图冷热水器功率普遍在1000到3000瓦，像这些家用耗电的话，我们用的都是间接性的，是不是？需要的时候才用热水器，也就冲凉啊，早晨洗漱，对吧？晚上洗漱啊才用得到。那矿机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矿机你就得24小时开的，所以说耗电量的话还是很大的。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说，一些专业的矿场会把矿机呢放在哪里？放在一些电费便宜的地区以及电站的附近。还有就是矿机只能用于挖矿，它的使用范围就比较小了。好的矿机的话也不是很多，而显卡的话除了用于挖矿，还可以用于普通电脑的一些设计。虽然有时候没有专业的矿机那么高的算力与效率，不过挖矿的币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显卡的购买相对更加简单一些。单位换算的话就不做多介绍了，我们下去可以再恶补一下，不懂的话像我们的普通电脑算力的基本上都是用千哈希、兆哈希，矿机的算力一般也用到G哈希
西、T 哈西。在这里总结了一下啊，矿机它的优点就是效率高、结构简单并且稳定，设置也比较简单。缺点呢就是矿机成本高、电费成本大、用途少，只能挖矿不能用于其他的用途，而且只能挖掘支持的币种和算法。显卡呢，它的优点是支持币种多，也可以灵活更换，用途多，一台机器也可以同时使用多张显卡，入门门槛低简单，普通的电脑也能操作。缺点呢就是算力低，甚至和矿机不在一个层级，有时候甚至可能连电费都挣不回来。设备结构相对复杂，稳定性也和矿机没办法比的啊，机跟显卡挖矿的一个优缺点啊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些优缺点之外，肯定还是有很多的，知道的小伙伴们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。第二个是显卡挖矿和 ASIC 矿机挖矿的区别啊。电脑挖矿，虚拟货币可以使用 CPU 和 GPU 进行挖矿，本质上呢，其实是利用硬件计算能力进行挖矿。就有小伙伴会问，既然计算机的能力对比，那么显卡为啥比综合计算能力更强的 CPU 更有优势？这就是说到虚拟货币的运算方式了啊。因为挖矿的运算场景呢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哈希碰撞，不需要太复杂的一些运算方式。 CPU 的设计呢，基于低延时的讲究的更快的速度，最擅长的是复杂指令集的调度、逻辑判断等等一些复杂的运算。哈希的碰撞的话是不需要这些复杂的运算方式的 GPU， 则是基于大的吞吐量而设计的，大部分工作量呢是重复多次的这么一个运算，但是计算结构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。比如说计算几十亿次100以内的加减乘除法一样，处理器数量的话是非常多的。以同品牌的 RTX 3060显卡为例， CUDA 的核心数量达到了3600个左右，哈希的碰撞呢就刚好需要这么一个场景。所以说电脑设备挖矿的话，显卡 GPU 通常要比 CPU 挖矿算力大得多。当然了，少部分的虚拟货币呢只能通过 CPU 进行挖矿，算力越大，相同时间自然也可能挖掘更多的虚拟货币。当然了，不同的矿池、不同的币种、不同的工具，甚至同一工具的不同参数，能够挖掘到的虚拟货币数量也是不一样的。具体每天可以挖掘多少个，也是要根据设备的稳定性以及所使用的工具来看。比如说之前讲到的类似哈希挖矿，比特币也是可以大概估算一天的收银的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呢，也可以去矿池的官网具体查询一下，大概可以获得多少个收银。另外，普通系统的稳定性和算力和专门的挖矿系统的话也是有所区别的。如果你的设备是专门用来挖掘虚拟货币的话，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安装专门挖矿的系统，比如说HiVerse以及 Last 哈希，或者说其他的矿池专门推出的那种挖矿的操作系统都可以的啊。这矿池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啊，我们是什么型号的都可以计算，是吧？我们的币种是什么算力，我们根据自己的矿机的算力，输入是100T 还是刚才的，比如说 S19的95，是吧？都可以的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的内容就讲到这里啊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就可以点个关注啊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